这是一场4个多小时、价值1000加的fitting，最终调整了很多位置。第一个，锁片位置调整，从中间直接拉到了最后，鞋垫换成了足弓鞋垫。第二，坐高调整，整体坐高进行了拔高，坐垫前后的调整，以及坐垫倾斜角度的调整。第三个，手变内劈和高度的调整，把内劈调正回正。第四是堆高的调整，加了个垫圈。那其他的设定就和我这几年来的摸索差不多一致，没有变动。那么这些 fitting 数据是怎么来的呢？下面是整个过程，希望看完你可以给自己 fitting。来 fitting 当然要找我们的林老师。Hello，为什么一开始要光着脚？为什么要光着脚啊？因为我们第一部分主要是对身体的一些评估和检测，那主要是去看到一些脚面的东西，那日常这些是我们不会去注意到的这一些细节的部分。那主要是我们会花大部分的时间在第一阶段，也就是身体的这个测量。那我首先我要帮你调车，那我要先熟悉你的身体，对，然后我们再会进行一些沟通，去了解一下你平常骑行的这些习惯和一些问题的所在。那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对自己身体的认知，我们就略过个人骑行史的环节，下面来到骑行疼痛麻木专科。那现在骑行的时候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我们从最关键的脚的部分开始，从脚掌开始，会有发麻吗？时间长了会麻。具体在多少里程数还记得吗？我们在3个小时往后。3个小时往后。对。这个时候的话是我要问一下，就是路面的情况是起伏路面也会有，平路也会有吗？就是平路，就主要是平路会更多。我的疼痛表现主要是时间长了，脚趾脚面那边会麻，也就相当于就是在骑行过程中，如果出现发麻，是左边会先引起，然后右边会跟随出现。对，对。OK， 那我们再问的细化一点，就是左边的前脚掌，对吧？那左边前脚掌是外侧先发麻还是内侧先发麻？这个自己有感知吗？还是说等你反应过来，它其实已经整个就已经麻掉了？我猜可能是内侧，主要是内侧。因为现在我感觉这边的压力会很大，也就是第一指骨的位置。对那边压力会大。OK， 那我们继续往上面看看小腿的部分。那小腿主要是考虑到腓肠肌，也就是说我们小腿内侧的这块肌群，外侧其实出现抽筋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内侧，对这一块，这个地方其实是容易抽筋的，因为最简单的方法，你把你的脚前掌抵在前侧之后，OK， 然后把后跟慢慢抬起，但你会发现它是会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凹陷出现，那这一块是最容易抽筋的部分。腓肠肌内侧这一块反而容易抽筋。我比赛，比如我上次黄山赛最先抽的是腘绳比赛经常抽筋，比赛大腿后侧经常容易抽筋。对，就优先是会先抽到它，先是这，然后后面然后开始移到内侧这一块。对，就这块可能就是。OK， 然后我们继续往上面看，那我们去看看你的这个臀部臀部的话，你的臀中这一块会酸吗？臀中肌这一块，这边倒是还好，臀部其实都还好，没什么感觉，没感觉。那包括就是骑完之后，你出现抽筋这一些问题之后，你的臀部也会有这种伴随性酸痛吗？还是说几乎没感觉？几乎没有什么太大感觉，几乎没感觉。现在以这个得到的资料来讲，很有可能是因为你整体在骑行过程中呢，你的位置呢是比较偏前的。那坐垫喜欢偏前的人，往往都会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你的坐垫呢，它整体的这个倾角呢，会比较下倾。是的，对，因为一旦坐到前端，我们都知道，因为坐骨嘛，它一定是有一点间距的。我们正常其实坐垫都坐在这个位置，但如果我喜欢坐在前段去爆发力的人，他会坐得更前端一点。那这个位置的话会有问题，坐垫普遍在这个位置都会有一个滑坡，那在骑行过程中它其实会容易左右晃动。那支撑面会比较小当然现在的坐垫大家用的都比较硬，所以其实支撑性就是整体硬度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左右的这个支撑就会比较差那左右支撑如果得不到平衡之后会有问题。那如果坐垫过燃，我们知道坐骨会下陷，然后压迫神经，然后有发麻或者说血液不畅这种感觉那问题是你坐在前端之后会有问题，支撑性不足，会有左右晃动。那我们再往前，其实就是我们的私处那私处它其实是海绵体，你一旦滑动，海绵体就要受压，那前面一样会受到压迫。其实我今天最想解决的就是这个坐垫问题，就是屁股这边。OK， 那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说，那为什么说，那不是坐垫更往下倾嘛，对
对吧？那这就是所有玩家的第一个选择，就是把坐垫的角度呢，极度下倾，以此来得到一个较为平缓的前侧有一个空隙的一个设定。那现在有个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你的坐垫过度前倾会有问题，你会让人导致一直向前滑动。那这个时候你会选择把自己往后顶，那这样其实时间长了之后还是会压迫海绵体。那既然有这样的形姿态，我们要看是否能够通过坐垫往前移动，来得到一个更好的位置。那包括让你们坐得更加稳定，以此让坐骨得到支撑之后，来减缓海绵体的这个空间狭小问题，对吧？因为我们往后坐嘛，那我们这边如果能撑住之后，海绵体自然就会离这个坐垫呢稍微的要远一点点，它会抬起来一点点，前面的空隙会更多。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把坐垫适当再往上来一点点，保持平衡，这样你可以长时间坐在一个点，就不容易出现这个坐骨疼痛，包括前面压迫的一个问题，那也会减缓你大幅度地减少你的起来摇车的这个动作，来减少一些损失，多余的这个能量消耗。我屁股是骑车所有里面最先疼的，最先开始疼的。你现在疼的话是骨头疼，还是说就是磨得厉害？需要有一个描述才能知道。就是很不舒服。你在做坐垫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你的坐骨在哪吗？就是我们两个突出的骨头，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骨头是抵在坐垫上面的，还是说其实就是很模糊的一个状态？比较模糊，就是比较模糊。对，而且前面这边的压力大。坐垫坐的是非常的不舒服，怎么调都调不舒服，而且如果是 ITT 的姿势，趴的时间长了的话，那边会麻。那还有个问题，如果坐垫它的确宽度不合适的情况下，我们会建议更换掉。因为不合适的这个宽度以及造型，它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支撑效果的。而且喜欢坐在这个坐垫前端的人，他选择的坐垫往往前面其实会稍微宽一点点，后面其实宽度对于你们来说可能反而会没有那么 care，不是很在意这个问题，因为你们喜欢坐在前面。那大家会讲，那我喜欢坐在前面是因为前面窄所以我会愿意坐前面，这样踩起来的时候，我的髋关节可能更方便的向下踩压。这种踩踏的感觉很爽。就是有些人讲说，我踩踏的时候，我甚至到达了这个发力的死点，超过5点钟之后，其实就是死点。有人说我会愿意踩到6点甚至7点钟，我都希望我的腿是后面没有任何这种阻挡感。这是为什么会有好多人去买 AMG 这个坐垫。AMG 就是很典型的，它在这个收窄的这个位置呢是比较靠前的，它会早早的就开始收窄，然后后面开始变宽，来提供这个更好的髋关节的这个活动范围。但实际的话，这个意义不大，因为我们到了发力死点之后，其实就不怎么需要你去向下踩踏，我们需要一个向后滑动的一个力量，以此来做到一个画圆的一个动作。下面就是为了得到自己身体的一些数据，比如身高、胯高等等进行测量。我们来看一下身高，看看有没有谎报。很好，没有谎报也挺安全的。这个就是你的胯高，81.4的胯高，就胯高的这种数据，它只是一个很细微的一个参考，它不能决定一切。因为你在同身高的情况下，甚至同胯高的状态下，如果两个人的柔韧性不同，转胯的能力不同，那这个坐垫高度其实也会完全不一样，甚至会差出2公分的一个状态，所以有些人会说，为什么我的胯高说可能只有81，但是我的坐高可能有73，对吧？因为按照我们以前最简单、最传统的一个方式是乘以0.883，对，就能得到一个很粗略的一个数据，但是比较接近。是的，我的胯高也是根据网上的经验来调整所得，不知道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就是刚骑车的时候，确实都是按照网上的这种说法，对，大概定自己的坐高嘛。OK， 来这样，那我需要去量到你的这个肩宽，那肩宽的测量，弯把的宽度到底是多宽才适合自己的？41.8嘛，可以看不出来。所以包括你的肩宽也是，你现在肩宽是418，那如果按照你们的选项，一般竞技的射手会选择用40的车把会更多一点点。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为了有更好的舒适性和这个一定的操控性的话，我会建议用42。那你在骑行过程中，你会习惯性的去搭到这个上把手电筒的位置嘛，对吧？相当于就是这样子去握的一个状态。就是如果反过来的话，应该是这样子去握的，对吧？然后可能就是说会有点内敛这个肘部的部分。
对，因为我感觉这样可能会更气动。对，是很气动，但是我们会忘记一件事情，发动机它的燃烧前需要一样的东西是什么？是氧气。那你在做一个东西，你在挤压你的胸腔，那你的气势变小，它进气量减小之后，你的燃烧率就上不去啊，维持的时间自然就不会很长，有没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接下来还是为了坐垫而准备，去测量我的坐骨粗隆宽度，就是两个坐骨之间的距离。那坐骨宽度呢是来到了119。那我们刚才其实在测量的时候，我们坐的位置呢，其实跟它图例是完全一样的啊，保持一个90度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状态呢，其实在骑行过程中，你其实做的是比较直立的，相当于就是你在抓把痕的位置去骑行啊，甚至说是脱把之后，你才会做到我们刚才测量的这个宽度。那它是119。那我们建议，如果是正常在超过120甚至120的玩家呢，会使用155的坐垫啊，以此让坐垫更宽之后得到一个更好的支撑面。但问题是，你们骑行过程中，你们的落差相应的会相较于其他玩家会更加激进一点点。那我会建议你使用143的坐垫啊，因为我们正常的坐骨呢，其实在做的时候是这样的嘛，对吧？假设这个是90度，那坐骨是在这，但问题是，整体的坐骨支撑呢，其实从后侧看是一个八字形的，从上面往下看是一个八字形，前面其实会更窄。那你们在做的时候，其实会通过髋关节前旋。对，那所以其实会比实际的119要更窄一点，所以你只要使用143的坐垫就 OK 了。我甚至都不知道我这个坐垫到底有多宽度是多少，是吧？对，我们给大家可以粗量，用尺子粗量一下就大概能知道，因为现在坐垫大部分都是有一个基准啊，一般会在140、143以及145的一个状态。哟，你选择了一个155的坐垫，啊？也就是说明这个坐垫对于你来讲是够宽的。那坐垫够宽之后，你也会愿意更往前坐，因为后面对于你来讲太宽，你会出现一个问题，你的大腿内侧呢，在踩到这个发力4点的时候，容易会蹭到旁边。对，坐垫太宽啦，所以我才会人一直想往前坐，而且趴下来的时候也是只坐在坐垫的最尖端，因为太宽了之后，我如果坐得太往后，它会磨我的大腿内侧。目前看来，盲选选择的坐垫是比较不适合我自己的。OK， 然后我们来去测量一下这个前足部分。那我其实个人比较在意这个脚掌的部分的数据，因为我觉得人在站立的这个情况下，最重要的就是基底啊，也就是我们的脚掌的部分。那如果我连站都站不稳，也还指望我能跑得多快？对。接下来就是零技师最在意的地方了，那就是脚掌，它会涉及到锁鞋的选择。这个是我的左手，对吧？那我们假设它是你的左边脚掌，那忽略一下我的这个大拇指的部分。那我们来看，那我前面是4指嘛，我们假装是5指的一个状态，OK。然后这个地方是有个隆起，这就是我们的足弓。对。那现在有个问题，我们希望你在踩到地面的时候呢，那前面5指是能同时接触到地面的，与你的脚后跟一起。那现在有一个问题，你的脚掌出现了一个内翻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是我们讲的内翻是内侧向外翻转那内侧向外翻转呢，也就是说你在踩踏的时候呢，它有一点点向外压反而是外侧的压力会偏向于内侧更多。那会讲，那为什么每次感觉是我们的内侧压力特别大？对啊，它明明是浮空的。那也就是按我话讲，其实正常应该是内侧先外侧先接触，然后每次受到压力之后，它才开始往下压。那现在能理解这个大概的状态吗？也就是说，你可能足弓鞋垫也没有填充，这个是完全空的。但其实正常其实是外侧压力先大完之后会有问题，你会很依赖你的内侧。那我们一会儿去看你的脚踝。那如果脚踝出现内翻或者外翻的话，那这个问题可能就能浮现出来，到底出现在哪？如果你的脚踝也是向内侧扣动的一个状态，那你的脚其实很有可能是外翻转，但是踝部呢是这样子把它带动过来的。所以内侧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再一个就是你会很本能的，你知道外侧，就是身体知道你的外侧这边压力受力容易比较多，那他就选择了一个问题，他会选择足弓进行塌陷，让它变得扁平。那这个时候所有的压力其实还是会转到里面来，那里面就容易疼。当然不排除还有一个问题，你的锁片整理的问题，锁片位置如果不对的话，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发生。也就是说，锁片如果过度偏前的话，它对脚趾的力量压力就特别大。那包括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脚趾头，如果你的脚趾出现外翻的话，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脚趾力量不足，
再配上这个锁片如果过度偏前，OK， 那我们可想而知，你在受到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下，你自身抗压能力又差，对，那它这个疼痛就会翻倍。没想到啊，我是有足弓的，这是在之前自己都没有认识到。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足弓的部分，包括你的脚宽和这个长度的部分，方便去选择锁匙。怪不得我之前骑车脚趾那边会麻会疼，原来都是因为足弓，而且还有脚趾和踝骨的关系在里面。你会发现你右侧的脚趾在放下来之后，大脚趾这个部分，你完全发现这一块中间这一块，它是可以连到一起的。对，你看你的左边，它是断开的。对，就是你的大脚趾反而开始变成自向的一个岛屿的一个状态，它跟周边是没有任何关联的，所以它最后能抗压的地方在你的前脚掌内侧这一块，也就是说你在骑行过程中，如果你明显感受到它容易发麻或疼痛的那个点，感觉说通了。我现在就是这边骑的时候会疼。OK， 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脚的长度与宽度啊。看到也是中足弓，那中足弓的话，它其实是大部分人比较多的存在的一个脚型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在这个锁鞋里面去添加这个足弓鞋垫。那这样子的话，还是那句话，我们希望让你的中足弓呢，通过这个鞋垫添加之后变成扁平足。那为什么要这样？那我们都知道啊，受力面积嘛，受力面积越大，那相应的压力的分散也会更散开一点点，也会相应更小一点。那这样子的话，它会让发麻的这个时间呢，稍微减缓一些。但是我之前垫过，是不是鞋垫下面侧面对，在侧面有个那个垫，对。但我垫完之后，我感觉硌得慌。早期会有，但是慢慢的它会变成你的脚型。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是鞋码是到280的一个内长。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在选择锁鞋的时候，报自己的脚的内长以及宽度，这是最科学、最安全的一种方法。省得买来按照码数去买锁鞋之后，买来发现自己的脚要受罪啊，那就真的太不合适了。我们正常建议的鞋码是比你的脚长度，就坐着量的时候的长度不受压情况下长6到8毫米。这个锁鞋的选择和脚长的关系还真的挺复杂的呢。不过大家这边听完林技师这边讲解之后，是不是豁然开朗了呢？ OK， 我们来看一下脚踝，来，再是对全身骨骼的检查啦。那现在有个问题，你的踝骨是往里面移动的，也就我们称之为的这个外翻。这边发现骆驼我的踝骨其实是往内翻的啊，真不好呢。所以你如果现在最好的话，就是还是通过足弓的这个鞋垫先垫起来，让它有一定的支撑。那这样的话，我在外侧接触地面的同时，我的内侧也能接触到地面。OK， 我们来看一下下肢。那下肢主要是看股骨和这个胫骨，也就是大腿骨和小腿骨的部分。踝骨往上又是下肢的系列里面几个比较关键的部位的检查。总之这是从上到下一阵检查下来，骆驼我身上是问题多多。恭喜你啊，程序员！单边突出。你干什么？这就突出了。那单边突出来了。不要拍，不合适，打码不合适哦。从脚面到踝骨到大腿骨，然后髋关节、坐骨、胸部以及肩胛骨这一些骨骼体态都做了非常详细的检测。好，我们来看看脊柱侧弯脊柱这部分，来，这个柔韧性一直是我的一个痛点。记下啦，握拳试试，握拳肚子都要抽筋，刚刚。人怎么能不是这个动作很难吗？我靠！我拉伸真的很少。接着呢，后面还有躺下测量了某些角度，还有按压肌肉。是酸吗？酸，很明显吗？很明显。特别是我大拇指这一块特别是这疼，已经开始疼了。我操，很疼！酸了，我就轻轻按你就已经有感觉。很疼。你平时这边又换到了躺着的姿势对髋关节腿屈膝各种东西角度进行了测试，还有林技师对他做了评估。这样向后侧屈膝，任何一只都可以。OK， 好，
慢慢的向下蹲，蹲到哪？就到这儿就可以。好，起，左脚的脚底稳定性很好啊，出乎意料啊。当然左侧的膝盖就没有那么理想，是外翻的，外侧向内翻转啊，轻微。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左膝稳定性不足。我们一点点讲，我先把左边的先讲完，然后我们再去测右边。然后我们来看啊，那我说为什么说左脚的这个稳定性好是出乎意料，因为你的主弓是中足弓，然后前掌有一点点往外翻，但是在这个状态下，你还能保持你的脚还是稳定的，然后还能去做这种支撑性动作啊，这个很难得。那我们来看一下更有问题的第一点，膝盖的部分，我们往上面讲，膝盖有点外翻，就是外侧向内翻转，我们称之为内扣啊。那为什么会内扣？那一般有2个点，第一个是大腿后侧腘绳肌紧张，还是那句话，它拉不了那么长啊，它紧张，它拉不了那么长，所以没有办法从正面直接下。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两侧肌肉的这个含量不对等，也就是你的股内肌与股外肌力量不对等，你的外侧肌肉相较于内侧肌肉来讲要更强啊，所以膝盖作为一个关节点，它可以进行左右旋转。对啊，那它要跟外侧接肉很简单，把它往中间来移，就相当于是把外面的肌肉往里面带，那膝盖就要往里头扣，才能保持你能做到这个平衡动作。那这个平衡动作对于我们骑车来讲呢，其实是一样的，在什么时候会发生？我们都知道12点钟是作为这个发力的这个起始点，对吧？那当我们在起始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相当于你是单脚屈膝的一个状态，还没有下蹲。那向前踩进入发力区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在做下蹲动作，一直夹到哪？4点半，甚至5点钟到这儿啊，这个时候就是刚好蹲到底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最有力的点其实是3点钟，前3点钟方向啊，这个时候基本就是快蹲到底了。再往下蹲就是要受力的时候，你会离上管特别近，你的膝盖。那这个时候有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的脚是内八，原因很简单，他觉得自己膝盖能打这儿，所以是整个脚掌都往里头走，并不是，只是单纯的在跟外侧肌群借力到内侧来，所以这个时候骑的时候有点往里面扣，有些人会在盲目发力的时候容易打到上管。那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跟车店提出，或者说自己的朋友会提出，以及这个非得提出是不是内八啊？我想把这个锁片调整一下，让我自己往里面移一点点，这样感觉好发力。但是移完之后会有个问题，发现你的膝盖两侧这边有一个点会疼痛，会感觉到不舒服。那是因为你的脚掌其实它在很努力的往外走，但是锁片把它卡死了，它达不到该有的活动范围。但这个时候它达不到，你又听不见，它离你太远，他说我疼啊，你又听不见，就一直往下踩。OK， 然后膝盖又到不了那个点，那髌骨只能超出该有的活动范围来达到它的满足需求。髌骨讲脑子没听到，我听到了，我帮你一点点。时间长了之后，髌骨磨损，然后容易积液。那就这个时候其实最容易疼痛就是十字交叉韧带，这个地方容易感觉到不舒服。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两块肌肉。对于力量来讲，是的，这2块肌肉的力量不对等，也就是股内肌的力量薄弱，就是内侧力量薄弱。你可以去做一些我们刚才不是做臀条吗？对，你做单边的，有一只脚放平，然后通过另外一只脚把它撑起来，把自己撑起来，把自己的屁股慢慢撑起来。那这种就是完全是靠自身的这个重量来做。那我们称之为功能性训练它不是盲目的这个力量。对。听完林技师的讲解，是不是大家发现其实踩踏的这个过程，还有发力的特点，和我们平时的一些很多动作是非常相似的呢？那我们再去看那个髋关节的时候，髋关节其实在这个点，从哪边开始？从后9里弓方向开始。这个时候你的腿、膝盖就开始往外打开了，一直进入这个发力的起始点。它一直都是往外岔开，然后开始往中间合，然后再往下踩的时候，又内扣。对，然后你从前面看就是个椭圆的一个运动轨迹，你的膝盖再画一个椭圆。这就是为什么有人骑完后膝盖会感觉不舒服。右边比左边甚至要差了一点，问题多哦。很好，右边跟左边基本相同，再差一点点因为脚掌稳定性会再差一点点，其他的是完全相同的。换一步想，把这些都赶上了，是不是就可以更快了？
换一步想，你现在有这么多问题还能骑得这么快，那如果问题我随便解决一个，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快？啊，这样就有一台车了，我们看一下啊，坐垫角度负7.9，你怎么改？你骑着膝盖不疼吗？我再问一个问题，你在骑行过程中会不会出现就是经常需要把屁股拿起来再往上放？要，非常经常，我要非常经常的去挪屁股，因为屁股真的很不舒服，骑的时候。我也调不到它。你的坐垫它都过度前倾，然后它就一直往前滑，一直往前滑。但是我如果不这么前倾的话，我要这样踢，这样时间长，这边就麻啊。多少距离开始麻？你说是如果这样趴着的，可能1个多小时就麻了。这还不够吗？他跟我讲趴1个多小时，然后说自己会发麻。包麻的呀！啊，这种情况下，我一般不建议做飞行，我建议装个快拆。包麻的呀？那包麻当然麻，是吧？这换谁都麻。就这个鞋，这个颜色，你说能洗出来，我都不信。你等我一下。这边麻木真的是困扰我很久的一个问题啊！个人骑行的过程中非常喜欢 IT 的知识，所以这个麻木会导致我非常痛苦。结果这边林技师的回答还是让我挺出乎意料的。接下来就是调整锁片的技巧。这边锁片的调整原来是可以根据每个人不同的骑行特点去调整锁片的前后位置。那钉锁片的时候一样的。保持在这个柱骨中间。那我们会建议你，如果你是一个，如果你是一个短途玩家，就是说只有30公里或者说这种冲刺手的话，我们会建议你把锁片的的中间点呢在这儿这边会正常，如果是新锁片会有2个凸起但是你这个已经磨损差不多了。那我们建议这2个点呢稍微的靠向前侧第一柱骨位置，当然尽可能不要超过它。这样子的话会更靠向前掌的部分，方便去发力。再一个的话，如果你把锁片前移之后呢，你的脚后跟其实是方便抬起来的，那就可以。我们知道，其实后跟抬起之后，你的腓肠肌的部分它就会有轮廓出现。那这个时候说明你的腓肠其实是在参与发力的。就更好的去借助这种快速肌群呢进行冲刺。当然你们正常跑的比赛其实都是长途，所以我们会建议你呢，正常的这个常规玩家，往后向去靠。往它去靠因为这个锁鞋可调范围就这么多，所以你正常去装的时候，你要记住一点，你无脑的往后退还把它顶满。这中间林技师甚至讲了他对于袜子的研究对于袜子选择的玄学这里我们就先不说。这边终于到了我们上车骑行的环节了，先在没有做任何调整的情况下去上车骑行。那在飞行前呢，自己车子所有的设定全部都是根据个人的经验以及网上搜索得来的，比较感觉自己能接受得了，然后同时又能感觉自己可以骑得快的那种设定。当然会有很多问题，我们会在飞行的过程中一一发现。你管自己踩我就问一些问题，你是怎么做到以这么养老的骑行姿态骑得那么快的？我平时也会经常的去调整这些位置，因为在骑的时候总会有很多的不舒服，比如手边的角度、手边的高低以及最常调的就是坐垫的角度、前后以及坐管的高度还有锁片的位置，这些东西每调整一下都要用很长时间来适应，结果适应没过多久之后就会发现现在的调整还是不适合自己，接着还是会继续调整。那现在最大问题是腿是完全张不开的。那假设我们的腿是一个弹簧机制，那我们都知道弹簧一旦受压之后，两边开始压缩，那弹簧肯定是存在一个最大力值的嘛，对吧？那它肯定是压缩到一定的极点之后再去爆发，它来的会更加的压力会更大一点点也就是说明这个弹的这个力量会更大。但现在问题是你现在压缩的力量不足，你每一次抬，我们看另外一条腿这一条腿，你会发现它抬上来了 OK 没问题，但问题是它每次踩的时候，它踩到底点也就只能到这儿，那后面还有一部分是没有办法完全弹开的，也就是腿伸得不够直完全没有办法弹开。那最大问题就是力量没用完，没有用完之后怎么办？腿开始往后滑，那后滑之后
最后承受压力的点还是你的膝盖，就是你的髌骨啊，它的压力会变大。再一个，每次踩不完就开始往里面走。那还有一个最大的明显问题，如果坐垫偏低之后，现在因为明显，我哪怕现在不看数据就知道你坐垫应该是偏低的。偏低之后会有问题，你会发现你的大腿前侧和你的小腹部分，也就是髋关节的这个压缩点来的角度特别近，它会容易碰到你的小肚子，然后就往下踩，你会感觉这个地方特别不顺畅，特别是从12点开始往前踩的时候，只有踩到1点钟方向的时候，你才会感觉蛮顺畅的，可以去线下踩，它会受限，髋关节受限。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些 Pro 使用短曲柄的原因。这边通过林技师专业的分析还是发现原来的姿势进行骑车的话，问题还是非常多的。在骑行的过程中，会记录左边和右边不同位置、不同方向的骑行姿态。在骑行完之后所有数据被电脑捕获，然后林技师就进行了相应的解读。这边由于我们视频的时长，所以就先不放出。大家主要关注的是调整之后的骑行姿态以及后面调整后和调整前姿态的对比，去发现这是 fitting 的效果到底有多显著。然后这边要进行车子调整啦，第一步是先调整坐高，这边坐高的调整着实是把我吓了一跳，拔的真的太多了。哇，估计不够。这也太多了吧？你会发现第一件事情，你就发现自己的腿前侧离自己的腹部会变远。那包括坐垫上拉之后，其实整体的坐垫是往后移动，原来是1.5嘛，对吧？15，现在是-3，甚至到0，也就是说，其实相当于往后移了将近有1.5公分。这感觉发不上力啊！你知道为什么会感觉发不上力吗？是因为力量可以踩完，到达了你原来熟悉的那个死点下死点的时候，你已经把力量输出完了。如果说这个时候给你一个功率计，你会发现你的功率是没有变的。当然感觉是不是感觉有点轻飘飘的？对，但没有那么累，没有那么累，只是踩响还没有那么实诚的感觉。但其实这个时候是能把力量完全踩完，就相当于每次都把弹簧压缩到那个最好的极致点，然后再放手。那包括现在这个坐垫高度甚至是有一点点偏低但是我们会先选择帮你把坐垫往后移，来换取一定的这个斜角直度让你的腿也能伸直，但是不至于把落差拉得太大，导致前侧压迫过大。然后进行第2次的坐高调整，继续进行微调以及坐垫的前后角度的调整。它会帮助你很多。你现在踩的时候，你会感觉就是自己脚踩得特别直，对吧？对，你看，然后会感觉想要习惯性的就是垫脚。对，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这个点我们是不发力的，我们只往后滑就行了。然后再向上来，12点钟开始，好停。好，这个时候踩了之后，斜向下踩，但是记住一点，不要垫脚，斜向下平的，斜向下去踩。好，踩到大概这个位置，好停，收力，收力，好往后滑，好提，OK， 斜向下。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边在发力了，这一块，它都已经不是股四前端在发力了，是大腿中间。然后这个时候提的动作其实是通过臀大肌的部分再做提的一个动作，让他们俩能参与进来。对，然后让小腿放松掉，因为你这样子骑的时候，你会发现小腿好像基本没有参与，它只是往下放一下，紧手放一下。那这个时候你小腿就有储备，让你用于进攻和爬坡。接着就是对手变位置的调整我之前的手变位置是比较往前以及内撇的非常多现在要把它往上以及回正这个坐垫还是太不适合我了，还是不舒服，所以最终还是换了143的其他的坐垫那我们原来的坐垫怎么办呢？那肯定是它是怎么来再回怎么哪里去了。我从闲鱼买的它现在还是要继续挂到闲鱼把它卖掉。公路车嘛，每次要换零件
首先想到的，哇，到这边时长接近4小时的飞艇终于结束了。然后在我们录完这一段最终调整后的骑行视频之后啊，这场飞艇就宣告成功完成。还是一样的，把手对拉起来，然后把肩膀放松，对，很好。这个姿态其实是 OK 啊，没问题。好，行。今天的部分结束了，辛苦了，哇，辛苦。剩下的点自己撕哈。好的。因为贴到腿毛上呢，它比较刺激。看，拿着之前拿着之后，你能发现吗？哪个骑车的感觉好看，哪个骑车的感觉猥琐？看不出来。差别这么大，真的，我感觉这个差别真的很大。而且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你会发现你调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看不到一个这个方位。不知道大家看这个前后对比的视频是什么感觉？反正我当时看到之后，我是被惊呆了。原来这么简单的调整之后，身体的变化是如此的大。之前的我的骑行姿态确实和小老头没有什么区别，现在呢，我不仅人感觉到舒服了，这个姿势感觉到也是让人看起来更顺眼了，没有之前那么猥琐了。最后又把车子的电圈加回来了，之前头管没有锯啊，现在看真是个聪明的选择。现在是把前面的电圈加满了，所以这次飞艇啊，给我的感触还是挺多的。它不仅是你去花钱让人把你自行车给一个调整，而且还是一个更宝贵的，就是你对自己的身体的一个认识的过程。关于这次飞艇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啊，不知道大家看的怎么样？后续啊，可能未来的某些时间，我还是再回去找林技师去做第2次的回访，去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啊。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再去做视频分享给大家啊。这里是开梦里，我们下期见，拜拜。林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等一下，你让我看看，你让我介绍什么了？哦，介绍一下自己。好问题，我应该介绍什么呢？我应该介绍什么呢？介绍一下自己嘛。我应该介绍什么？我也不知道啊。这个你说，大家好我是南京五店咱们在奥体这边的鉴定师啊，平时大家学车也可以来找我，好尬，干嘛？咱们跳过这一趴吗？